我是活了3000年的魔界至尊，全修真界的眼中钉。没人知道我给死对头正道魁首云青兰养了10年儿子，如今他提剑红着眼问我：我爹真是你杀的？干，养大的白菜学会扎心了。老子养他10年，教他修炼，给他买糖，他半夜发烧还是我哄的。多年前那场对决，我败在云青兰剑下，带着你的魔君退回魔域。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本座？待我伤愈，我随时恭候。尊上，修真界传来消息，云青兰闭关了。哦，那个伪君子也会怕本座报复？伤愈当天，我得知他闭关冲击大成期，好机会！我化作黑烟潜入他洞府外，准备给他一份大礼。爹爹，这是我新学的剑法。堂堂冷面剑尊对着儿子说话时，声音居然温得不像话。练完剑记得吃药。知道啦。好。我敏锐地察觉到那药丸散发着淡淡的魔气，不由得挑眉。堂堂正道魁首，给自己儿子吃魔族丹药。一道刺目金光从天而降，直劈肚。云青兰瞬间现身，一把推开吓呆的孩子，自己被金光穿胸而过。鲜血喷溅的瞬间，他死死盯着我藏身的方向，哑声喊：救他！第二道金光紧随而至，我鬼使神差现身，挥袖挡下，震得手臂发麻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拎起吓晕的孩子转身就走，身后云青兰倒在血泊里，没了气息。尊上，这孩子，云青兰的儿子，对外放出消息，就说云青兰死在本座手上。为何要背着黑锅？你以为那道金光是冲着谁来的？有人想除掉云青兰，却敢光明正大动手，本座偏要让他们知道，这种丰功伟绩，只有本座配得上。榻上的孩子眉头紧锁，梦里都在喊爹。我探他脉搏，发现体内有股诡异魔气在乱窜。原来云青兰喂他吃药，是为了压制这个麻烦。我嘴上嫌弃，还是镀了魔力，帮他稳住气息。一晃10年，当年的小崽子长成了俊秀少年，眉心一点朱砂痣，格外醒目。他跟着我修炼，居然走出了仙魔双修的路子。他总恭敬叫我尊上，我从不许他叫师尊。这天，修真界集结除魔小队，攻破了魔宫第1道防线。少年默默站到我身边，说要陪我迎战，我没拒绝。城楼下，为首的玄成子破口大骂，要为他师兄云青兰报仇。我正准备动手，少年却先一步跃下城墙。他抽出我送他的墨剑，抬手就挡下了玄成子的攻击。黑白2道气息在他周身离反，攻防转换间，并且分明是云青兰的剑法。玄成子突然失声惊呼，他盯着少年眉心的朱砂痣，抖着声音喊：你是云师兄的儿子云无涯，是这个魔头杀了你父亲，他亲口承认的。燕九幽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过来，随我回正道。我转身回了魔宫寝殿，摔碎了一屋子东西。白眼狼，派隐卫暗中跟着他。我嘴硬说，怕他泄露魔宫机密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怕他出事。3天后，消息传来，他被带回凌霄宗，奉为云家遗孤，却被怀疑堕入魔道。那些人天天给他做净化仪式，用清心咒洗他体内的魔气。隐卫说他很痛苦，我捏碎了手里的酒杯。深夜，我化作黑烟潜入凌霄宗后山，他被关在小院里，周身黑气缭绕，脸色白得像纸。看见我的瞬间，他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来告诉我真相的？我没说话，先探了他的脉，经脉受损，灵力紊乱，再拖半个月就要走火入魔。我扔给他一瓶丹药，他毫不犹豫就吞了。就不怕是夺命丸？你要除掉我，10年前就动手了，不是吗？我告诉他，他爹不是我杀的，是死于一道诡异金光。我查了10年都没找到源头。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。带我走！不嫌弃魔宫肮脏了？10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嫌弃过？玄成子推门进来时，云无涯的剑已经抵在了他喉间。我信仰了我10年的人，不信折磨我的人。我现身揽住他的腰，在玄成子的惊呼声里，带着他消失在夜色中。我信仰了我10年的人，不信折磨我的人。爹爹，燕九幽。
尊上，药蘸好了，拿过来吧。滚开！燕九幽，哼，怎么连本座都不认识了？看来凌霄宗那群伪君子把你脑子也洗坏了。我做了个噩梦。把药喝了，本座可没耐心照顾病人。谢谢，谢谢你带我回来，也谢谢你告诉我父亲的事。本座只是不想背黑锅而已。天罚路，怎么，怀疑你父亲是被天雷劈死的？那道金光给我的感觉不像普通法术，我在想会不会是某种天罚或者天道干预？天道若有灵，第一个该劈死本座这个魔头才是。你说的对，为什么天道不直接消灭魔族，反而要借他人之手？的确，按常理说，天道若想干预，直接消灭魔族或仙族都是可行的，为何要暗中偷袭云青兰？继续查，本座去会会几个老朋友，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。尊上，云公子最近在偷修炼禁术，属下担心。随他去，那小子有分寸。胡闹！为什么打断我？仙魔双修已是逆天而行，还想融合？你是嫌命太长？我有把握。你连那道金光是什么都还没查清，就想凭这点本事报仇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本座最近查到，类似的力量似乎又再次出现在凌霄宗。只要顺着线索查下去，真相大白是迟早的事。10年前为什么救我？我乐意。尊上，有发现，这是从凌霄宗禁书室找到的。平衡，原来如此。尊上的意思是，云青兰当年即将突破大成期，实力足以改变正邪平衡。天道借刀杀人，除掉了他。那云公子，他也是平衡的破坏者。仙魔双修，古今未有，天道也定不会容得下他。那我们备战吧。本座养了10年的小崽子，定不会叫他人欺负了去。